看到老妹儿仅仅只用了一招就斩断自己手里的佩刀，男人立马就意识到自己想用手里的断刀反杀老妹儿，无异于是搁那他妈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于是他当即识时务者为俊杰，答应了老妹儿开出的条件。好，我放火烧暗毒库。而沈炼本是锦衣卫的百户，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的活动。这个百户在锦衣卫里算是一官半职，手里掌握着100个人。他的上级则是千户，千户掌管10个百户，也就是1000个人。此次沈炼就是奉上级陆文昭之命前来刺杀朝廷逆党。然而当他发现刺杀的目标竟是自己十分尊崇的画家北斋时，沈炼心里是抗拒的。但锦衣卫办案极其森严毒辣，但凡跟刺杀目标一丁点瓜葛，就会立马被送去诏狱。进了诏狱那就遭老罪了，基本没人能活着出来，只能用4个字形容：生不如死。所以沈炼一个小小的百户，他是救不了北斋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僚将北斋斩杀。谁知同僚见北斋长相十分哇塞，便见色起意，欲行不轨。沈炼不忍，当即制止同僚，让他给北斋个痛快。岂料仅仅只是一句话，同僚这个小瘪犊子便认定沈炼跟北斋互有勾结，暗通逆党。于是立刻就把这个情况记录在锦衣卫的无常簿上。无常簿是锦衣卫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专门记录着一些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打探的消息。朝廷最后核实案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无常簿上记录的为准，所以这个无常簿非常具有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只是开了句玩笑话，或者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就被锦衣卫记录在无常簿上，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全被送去诏狱。因此沈炼当即就想把无常簿给抢过来，但沈炼清楚的知道，即使抢回无常簿，同僚不死，他指定也他妈活不成。于是沈炼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同僚给弄死了。北斋一看闹出了人命，赶忙趁乱逃离了案发现场。随后沈炼为了掩人耳目，先是烧毁同僚身上的无常簿，接着伪造了案发现场，谎称俩人遭到刺杀目标暗算，同僚不幸遇难。然而前来负责侦查此案的锦衣卫裴伦似乎不这么认为，于是便使劲追问同僚的无常簿去哪儿了。无常簿带在身上吗？师兄，策不离身。那为何凌云凯的无常不见了？这你得问他了。裴伦见目前没有任何证据，便暂时放过了沈炼。然而沈炼这边刚把裴伦给支走，一封威胁他杀了同僚的利剑传书便射在了他房门上。沈炼看纸条上的字儿，便知道这利剑传书跟北斋有关，因为当时只有北斋看到他杀了同僚。然而当沈炼按照约定孤身一人来到密林与其会面时，才发现北斋并没有来，来的是一位白鹰和他3个徒弟的江湖人士。沈炼看对方的架势都不是善茬，果然白鹰张口就要沈炼放火烧了锦衣卫的暗毒库。沈炼一听，当时惊出一身冷汗，锦衣卫的暗毒库可是机要重敌，火烧暗毒库可是要被凌迟处死的重罪，于是当即作势擦刀，准备拼命一战。白鹰十分清楚沈炼的实力不容小觑，当即命徒弟变换阵型，从一侧干扰沈炼。但沈炼早就看穿了他们的套路，见招拆招，顺势退到一旁。然后沈炼以刀遮目，假装探寻退路。老妹儿当即勒令2个徒弟绕到沈炼的身后封退路。殊不知这正中了沈炼的声东击西之计。就在对方绕到身后的瞬间，沈炼挥刀就直逼老妹儿的面门子。看到老妹仅仅只用了一招就斩断了自己手里的佩刀，沈炼立马就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场答应了老妹开出的条件。好，我放火烧暗毒库。随后沈炼借着公务之便，提前来到暗毒库，踩点掌事太监的巡防时间。看到这群太监们戒备森严，沈炼只能身着夜行衣，然后趁着夜黑风高翻进暗毒库的庭院。他在庭院的地上插上一炷香，然后迅速溜到机要重地跟前，咔啪一起撬开门锁，接着立马在香炉里插上另一炷燃香。因为就在一炷香之后，掌事太监便会立马来到暗毒库附近巡防。然而就在沈炼将随身携带的燃油撒遍整个暗毒库，引燃火折子准备点火时，他猛然想起白鹰让他火烧暗毒库，似乎跟1个月前皇帝的游船落水案有关。因为负责皇帝龙船的建造资料就在暗毒库，沈炼推测白鹰很可能就是要销毁建造龙船的证据。果然，当他找出龙船的建造资料一看，负责验收龙船的掌事太监是郭真。更离奇的是，这个郭真在皇帝落水当天便离奇暴毙。更离奇的是，沈炼上级陆文昭却将郭真的死定性为谋财害命，草草结案。话说皇帝游船落水这么大一案子，显然不符合锦衣卫的办案章程。然而就在沈炼寻思这功夫劲儿，暗毒库的掌事太监郑公公突然提前来巡访，而他进入庭院的关门声立马就引起了沈炼的警觉。沈炼赶忙吹灯拔蜡准备撩人，谁知郑公公极为机敏地察觉到了异常，提前埋伏在院子里面，准备来个瓮中捉鳖。就在沈炼走到庭院的瞬间，他顿时发现宫灯底下多了个影子。郑公公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当即朝沈炼追了过去，准备将其缉拿归案。
沈炼只是跟郑公公过了那么5-6招，立马就意识到自己不是此人的对手。这个老太监挺厉害，于是立马不再恋战，转身逃到了暗毒库里面。而暗毒库里面书架林立，郑公公的流星锤压根施展不开。沈炼借着夜色的掩护，凌空飞刀直逼郑公公面门，然后噗呲一刀砍断郑公公的流星球里面的小火球。随着火球带着火折着晃悠的滚向燃油，砰的一声，暗毒库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随后沈炼巧借书架的遮挡，直接把郑公公的流星球钉死在柱子上。郑公公不得不边打边退，准备逃出去摇人支援。可就在郑公公推门瞬间，沈炼嗖的一下抡出郑公公的流星球，一球击中要害，当场把郑公公给干死了。暗毒库被烧后，沈炼按照约定来找白鹰。此时沈炼已经联想到郭真、白鹰、北斋以及自己的上级陆文昭都跟皇帝落水案有关，而这几人幕后的主子很有可能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信王。因为当今皇上并没有继承皇位的子嗣，皇帝一旦嘎了，身为皇帝的亲弟弟信王自然就继承皇位。但皇帝一直十分器重东厂的魏忠贤，如今朝廷室内大小事务全由魏忠贤定夺，信王自然不得劲儿，属于自家的江山岂能容个小太监说了算？因此便想让皇帝早点嗝屁，好继承皇位，整治魏忠贤。于是信王便让负责建造龙船的郭真在龙船上动手脚，让龙船沉水淹死皇帝。谁料皇帝被淹了个半死，让人薅回来了。陆文昭担心魏忠贤顺着造船的郭真查到自己以及信王，于是便杀了郭真，将案子定性为谋财害命，早早结案。开头我讲陆文昭让沈炼去杀北斋，跟郭真被灭口如出一辙，属于卸磨杀驴。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陆文昭以为灭了郭真和北斋就能中断线索，阻止魏忠贤查到他们头上。其实魏忠贤早就查明了幕后主使是信王，后面我会做详细的解释。此时白鹰发现沈炼猜到他们背后的主子是信王，便打算杀沈炼以灭口。沈炼见状，表示在烧暗毒库的时候把建造龙船的资料给藏起来，一旦他死了，所有的罪证都会被送往镇抚司。白鹰听后纵使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放沈炼离开。然而查到这起案件真相不止沈炼一人，专门负责调查几位同僚被杀一案的裴伦误打误撞发现皇帝落水案的一些线索也掺和进来。陆文昭得知后便叫来了白鹰，打算灭掉裴伦，但此时裴伦正巧来沈炼家里查案，陆文昭便趁机劝沈炼把建造龙船的资料交出来。陆文昭作为沈炼的上级，其实一直对沈炼照顾有加，主要是因为8年前沈炼曾救过陆文昭一命，所以他并不想对沈炼痛下杀手。你本没有必要劝起来，这些什么北斋啊、裴伦，你救他干什么？你这档模拟又算什么？要不沈炼去衙门告发你。陆文昭听后很吃惊，意思是8年来我这么照顾你，此时我能留你一命，你就这么他妈对我？随后便一脸愤怒的离开了院子。随着陆文昭走出院子，无数火枪手便朝着院子里痛是一通的扫射。沈炼见状，带着裴伦跟北斋跳进自己几年前挖的密道里，几人从密道里逃走，而陆文昭则带人继续追杀沈炼3人。此时信王眼瞅谋害皇帝案已经纸包不住火了，于是连夜去找魏忠贤求和。长虹救救小王！随后，信王编造了一连串的故事，将所有的事情推到陆文昭身上，把自己宰了那个叫干干净净。上面我说过，魏忠贤其实早知道幕后主使是信王，魏忠贤能做到这个位置，没2把刷子，他能一路爬得老高。至于他为何抓住信王的把柄，却没有向皇帝揭发信王，是因为他一直在等，就是在等信王来跟他求和。这时魏忠贤就能拿捏信王，扶持他成为新的傀儡皇帝。虽说只要是皇帝健在，魏忠贤一直可以只手遮天，但此时的皇帝毕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一旦嘎了，皇帝只能将皇位传于他的弟弟信王，因此他才要这么做，谋划好自己的后路。看信王在演戏，魏忠贤自然也配合，把这出戏演好。随后便给出平息事端的方法。这事倒要好办，把那陆文昭除掉便是，所有知情者都不能留。信王一听魏忠贤肯帮自己，扑通一下就给魏忠贤跪下了。求求好，他想知道定长虹做主。魏忠贤看着堂堂皇室亲王都给自己跪下了，以为自己妥妥的已经拿捏住信王了，殊不知信王对他玩的是阳奉阴违那一套。一旦信王登基，他必先惩治魏忠贤。另一边，陆文昭还不知道信王已经将他们所有人都出卖，还搁那一个劲儿的追杀沈炼几人呢。裴伦见陆文昭他们已经追到眼巴前了，赶忙让北斋先走，他跟沈炼留下来断后。紧接着只见陆文昭抽出长达2米的中华苗刀，白鹰则手持七侠刀，配合陆文昭的苗刀一起直接正面砍向沈炼，而沈炼手持一把秀春刀，直接以1敌2应战对方的2把御林军刀。白鹰抓住沈炼挥刀格挡的空隙，照着沈炼的腰子直接来一刀，紧接着挥舞苗刀直接砍沈炼的脑瓜篮。沈炼不得不绕到白鹰身后避其锋芒。与此同时，陆文昭抓紧时机挥刀横砍，就在他贴近沈炼的瞬间，反握刀身照着沈炼的大胸坎子就撇了下去。沈炼赶忙架刀格挡，白鹰则趁机飞身下劈，谁知却被沈炼凌空避开了杀招。而裴伦注意到沈炼被对方干的他妈节节败退，赶忙囊死了白鹰他们的手下前来支援。趁着裴伦挥刀缠住陆文昭的空隙，沈炼手持绣春刀直逼白鹰面门。就在俩人1个月前的对决中，白鹰仅凭一招斩刀术，一刀砍断了沈炼的佩刀。于是白鹰准备故技重施，殊不知沈炼早就想出了破解之法。就在白鹰使用斩刀术的瞬间，沈炼嗖的一下把刀转到身后，接着左手持刀啪嚓给了白鹰一刀，白鹰颓势尽显，于是赶忙摇人来支援。
裴伦一记架刀棍给陆文昭来了个透心凉，似心飞扬。然而四人怎么都没想到，东厂的太监们紧接着就带来了火枪手，封堵了后路，准备弄死他们，斩草除根。看着砰砰砰扑面而来的火枪弹，四人不得不就近躲在石头后面。陆文昭这才知道，他们兄妹二人已经被信王视为了弃子。你我是注定活不过这个修罗场了。说罢，陆文昭便故意冲出掩体，一心求死。而随着白鹰和裴伦也相继倒下，最终精疲力竭的沈炼被御林军活捉。至此，整个案子牵扯到的几人中，只有北斋一人成功逃走。不久后，皇帝病危，在魏忠贤的协助下，皇帝将皇位传给了信王朱由检。朱由检登基后，改年号为崇祯，通称为崇祯帝。他成功登基成为皇帝后，第一个收拾的就是魏忠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信王给利用了，不得不加紧尾巴，伏低做小。后来，崇祯渐渐稳固了自己的皇位，便开始铲除魏忠贤的爪牙。1627年，崇祯命锦衣卫逮捕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便上吊自杀了。而朱由检为了培养自己的共主之臣，特地赦免了沈炼，然后嘉奖他官复锦衣卫，担任总旗一职。在电影里，朱由检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这帝王之术玩的属实溜啊！嘿嘿嘿。